怎么还没做饭？我不是让秘书跟你说了，今晚陪市里领导吃完饭，我喝多了胃疼，让你提早下碗热汤面吗？沈清瑶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我不就是前天没陪你过生日吗？白宫刚从国外回来，厂里新进的德国设备出了技术毛病，全靠他连夜改图纸。我作为厂长能走得开？我不闹脾气，面我不会再做了，字我签了。你长本事了，学会拿这个吓唬我了。3天前，我突发急性肺炎，烧到了40度，烧得神志不清，给陆燕慈打过一个求救电话。嫂子，陆厂长正陪着白工程师去市里买进口绘图板呢，实在抽不开身。你要是实在难受，自己喝点热水吧。还是隔壁好心的李大妈听见动静，把我背去了卫生所。在病床上退烧醒来的那一刻，脑子彻底清醒了。8年的卑微讨好，换不来他哪怕一丁点的在意。不是吓唬你，陆燕慈，我净身出户，家里的存折，这套房子我1分不要。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沈清瑶，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？你出去能干什么？去端盘子还是去扫大街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离开了我，你连3天都撑不下去。那就不用陆大厂长操心了。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算你跪着求我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回来。陆燕慈，祝你和白工程师百年好合。不知好歹。果然，那女人就是嘴硬，真到了动真格的时候，还不是不敢来。陆厂长，久等了。你想清楚了，今天要是进去了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进我陆家的门。走吧，别耽误你回厂里陪白工程师画图纸。夫妻俩哪有不拌嘴的？小同志，你丈夫条件这么好，你可别一时冲动。大姐，我们没有孩子，也没有财产纠纷，麻烦您处理手续吧。沈清瑶，你今天走出这个门，就别指望我再接近你1分钱。我倒要看看你那点清高能当几天饭吃。陆燕慈，我会活得很好，比过去8年都要好。找谁？大爷，我来看布料。这批是确立和混纺的，怎么走？这都是没人要的残次品，你要是全包，1毛钱1米，拿走。大爷，这50米我全要了，5块钱。还有件事，能不能麻烦您借我个3轮车，我下午给您骑回来，1根毛都不少。你这小姑娘买这些破布做什么？做衣服卖。靠这个能活？能。行，爽快。车在后院，自己去推。下午，我用剩下的钱在二手市场租了一台旧缝纫机。哟，小姑娘，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？自己用。我看你昨天搬进来的时候手上有戒指印子。离了。哎，这年头，那家里头没给你留点什么啊？就这么一个箱子啊？够了，大妈，我要开工了，门关上有点吵，您别见怪。哎呦，这是你做的？这一件得做多久啊？熟了之后1个钟头一件。小姑娘，你这手艺上哪儿学的？自己摸出来的。大妈，我出去摆摊了，晚上回来得迟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门。哎，行行行，你放心去。哎，小同志，你这摊子卖衣服咋不吆喝呀？不用。同志，你身上这件衣服怎么卖的？款式真时髦，咱们百货大楼里都没见过呢。这叫蝙蝠衫，南方刚流行过来的款式，显瘦提气色。今天刚出摊，算你个开张价，15块一件。15张外汇券，有点贵。你摸摸这走线，双线加固，下水不变形。百货大楼里那种单线的，穿2回就起球。而且你看这个腰，买回去自己一穿，效果出来了，隔壁姐妹不得眼红。给我拿一件红色的。别挤，给我留一件黑色的。老板还有没有大码的？老板有没有大码的？大家都有，别着急啊。哎，小同志，你这脑扣子行。大叔，明天我还来这个位置，帮我留着。成。小同志，你来办啥？
营业执照。做什么买卖？卖衣服。就你一个人，摆地摊还用跑这儿办证？摆地摊是今天，开店是明天。材料齐了，你这是头一回下海办？是。做哪一行的？服装，自产自销。咱们现在国家鼓励下海经商，只要踏实苦干，照征纳税，市场绝不亏待勤劳的同志。不过话说在前头，南三条这边做买卖的不少，竞争可不小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3排15号摊位空着，每个月租金30，行不行？行，谢谢赵干事。大爷，我来取布了。卖出去了？卖完了。多少钱一件？零收15，批发13。你这小姑娘脑瓜子挺活泛。大爷，下周我还来，您给我留着好料子。角落那一批灯芯绒没挂牌，你下回来自己看看，成色不错。谢谢大爷。哎，坏了，要不要去叫修理工？巷子口那个老周手艺还行。不用，我可以的。你要做衣架？借你几节铁丝行吗？行是行，你这想法哪来的？自己想的。用这个碗，比你那手省劲儿。谢谢。你这衣服一天能卖多少件？看客流，少则20、30，多则了30。行，铁丝你随便用，不够来找我拿。每天傍晚，3排15号摊位前总是挤满了来进货的零散商方和爱美的小姑娘。沈清瑶忙得脚不沾地，连口水都顾不上。陆厂长，下午省局那边来电话，说下周要来偷查设备。知道了，出去。1个星期了，沈清瑶没有打电话来哭诉，也没有托人带任何话。那个在他身边过了8年、安静的仿佛透明的女人，就这样彻底消失了。燕慈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厂里的设备调试的怎么样了？还在排查。德国那边的配件手册太复杂了，我让技术员一点点在翻。今天周末咱们去市里转转，我听说南三角那边有不少新奇的小玩意儿，你陪我去看看。这地方真乱，燕慈，我们随便看看就走。老板娘，这件黑皮红的蝙蝠衫我拿50件，能再便宜点不？陈老板，50件给您拿批发价，1件13，但我这衣服走线密实，款式独一份儿，您拿回南方随便翻个倍都卖爆。我讲究的是快准狠，概不赊账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您看着办。行，成交，那就50件，钱我现结。小翠，帮陈老板把货装箱。燕慈，那不是青瑶姐吗？青瑶姐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一个人住在城中村，风吹日晒的，多辛苦啊！燕池也真是的，就算离了婚，也不该让你落魄到来这儿跟小商小贩抢饭吃。这钱你先拿着，随便给我拿2件就行，不用找零了。白公师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摊位的规矩50件起批，您这50块钱在这儿买不了2件，只够1件不到零头。要零买的话，2楼百货大楼的服装区往左走第3个柜台，价格比我这儿高1倍。但至少人家环境好，不会风吹日晒。陈老板，货点清了，祝咱们合作愉快。下次进货提前来电话，我给您留款式。好说好说。燕慈，我看他就是故意打肿脸充胖子，哪有人摆个地摊还讲究50件起批的？依我看，那个南方商人8成是他雇来演戏的，专门堵你眼睛。那沓钱的厚度，还有那个南方商人的口音，演得出来吗？老板娘，明天还能再出100件不？我想带回阳筹先试试水。明天不行，手工货保质不半量，3天后您来摊位提货，我给您留着。3天啊？行，那就3天。老板娘，你这货我信得过，不急。沈姐，今天光陈老板那一单就赚了不少吧？咱们明天多做点，多接几个这样的大客户，不好吗？好是好，但接不住。你算算，我一个人1台缝纫机，一天顶多做30件。沉淀后要印后提货，我现在回去不吃不喝采的蒿秧刚好够数。但要是再来一个陈老板，怎么办？那沈姐你打算怎么办？扩人。明天我去城南那边看看。锦飞扎借我一会儿。姐，你看。
找谁？找您，王主任。买卖上门了，接不接？你哪个厂的？个体户。个体户。同志，我们这儿只接批量工装和改裤腿，不做散活。我不做散活，我下订单。你摸摸这走线，双线加固，缝合处不起毛。第一批500件，连工带料我全包，借你们的机子和人手，工钱按件结。500件，没用的，同志。我们这几个工人都是拿死工资的，干多干少一个样。你要赶货，他们不会配合你的，我说了也不管用。王主任，我问您一句话，缝纫社现在1个月能接多少活？是接不到，还是接到了也没人愿意干？各位大姐，打断一下，说句话，我是来下订单的，第一批500件，3天交货，我按件给，做1件5毛，当场验收，当场结账，不压1分。手脚麻利的大姐，一天做个30件就是15块钱。一天15？一天15？对，不骗人，不骗人。这是定金500，先放这儿。签了合同，今天就能开工。1件5毛，裁剪你来？裁剪我来，你们只管缝合和锁边。出了质量问题怎么算？验收不过的，当场返工，工钱照给，但内件不计数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粗制滥造的活我1件都不收。合同怎么写？你说。我来写。沈老板，我上个月在缝纫社拿了38.5块，这三天我拿了22块。手脚再快点，能拿更多。下一批活儿我下周送来，还来吗？来。沈老板，你这蝙蝠衫卖的不错啊。还行。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，这款式说白了就是2块布拼一下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我们也找了裁缝，1件成本4块钱。你批发13，这利润太狠了点吧？不如这样，你把款式图纸卖给我们，大家一起发财，怎么样？你那个裁缝用的什么线？啊，普通线呗，能用就行。单线还是双线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有，你看这里，双线加固，拉100次不开线。你4块钱的成本用的是化纤布料吗？化纤的下水之后会缩，第一次洗完，肩膀这里能短出来将近2公分。买的人穿1次洗1次，洗完发现缩了，还会来你这进货吗？你卖10块。可以，但你的摊位就跟你的料子一样，撑不过1个季。大哥，衣服这行砸的是口碑。哟，说的挺好听，你批13，我卖9块，你的客人我全抢过来，看你拿什么撑。随你，但我这3排15号摊位出去的每一件货，领口都缝了轻质的布标。你卖9块，我还是批13。愿意打价格战的，我不拦，门在那边。好一个不打价格战。沈姐，这人是谁啊？在野蛮生长的年代，懂得舍弃短期暴利，建立品牌壁垒。沈老板，你这哪里是在做地摊生意，你是在建立商业标准。您是？霍明征，港城宏泰资本合伙人。霍先生在内地考察什么？市场。来了半个月，走了10几个城市。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值得谈的。怎么个谈法？我想先买几件样田带回去演。样衣可以，但霍先生既然觉得值得谈，我这边有个更有意思的提议。我出图纸、技术和品牌，我要在城南一块出资金，半年内让轻质的衣服挂进市中心最大的百货大楼。沈老板，你知道建一个标准化制衣厂需要多少启动资金吗？知道。那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愿意把这笔钱压在一个地摊筛主身上？如果霍先生只是想找一个能卖衣服的人，早找到了。沈老板，有没有兴趣找个地方坐下来细谈？有。帮我看摊，我去就会。沈姐，这是要发了。白工程师，这批配套德国设备的轴承货差为什么全错了？整整1000件成装报废，厂里这个月的流水直接断了，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？燕慈，这不能全怪我，德国那边的技术手册全是专业外文，词汇太生硬了。我让小刘帮我查，他查漏了几个关键参数。出去，马上联系城南工业园的几家私营加工厂，看看谁能接这批还工的急活。今天必须有个结果，你给我打电话。那你去哪儿？我亲自去跑一趟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这车，这身行头，你那个摊子，都是他出的钱。陆燕慈，你以为你那个白工程师是全天下最有本事的女人，所以觉得其他女人离了男人都画不明白图纸？
沈总、霍总，久等，实在抱歉。3号地块那3000平米，我们昨晚加班把里头全部偷空打扫干净了。您今天验收，要是没问题，缝纫机随时可以进场。沈清瑶，3000平米的租金你从哪来的钱？今天光线好，把厂房里里外外看一遍，设备进场的动线我们重新确认一下。沈总，您看，这是我整理的资料，我已经和施工方沟通过了，他们表示全力配合。站住！沈清瑶，你听我说完，你懂什么叫办厂吗？资金链、人员管理、生产排期，你摆了半个月地摊，就以为自己能撑起一个几千平米的制衣厂？这个岗上的钱不是白拿的，他要的是什么？你想清楚了吗？陆厂长，我想得很清楚。你先看看这个。你说我不懂资金链，但我知道，轻质的蝙蝠衫这个月卖出了8万件，净利润够我付这3000平米3年的租金，这叫不懂资金链。你说我不懂管理，但我手底下80个女工拿的全是计件工资，干多少拿多少，没有人喝茶看报纸混日子。只要订单在，他们能让机器24小时转，不会有人因为图纸算错了干车，让整批货报废。我不知道你们厂里今天发生了什么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陆彦慈，现在的市场不看资历，不看铁饭碗，你那个靠国家补贴才能发出工资的厂子，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了理根数，再来操心我的脉。青瑶，搬家公司的车队进园了，设备入驻的顺序我们要现场确认一下，时间有点紧。好，这就来。陆厂长，麻烦往旁边让一让，货车要进来。喂，燕慈，城南这边的私营厂我联系了5家，有3家说做不了德国标准的精密件，还有2家要的价格比我们预估的高出将近1倍。我跟他们谈了很久，他们不肯让步。把那2家的方式给我来谈。燕慈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在城南，你先回厂里等我。沈总，王姐，你自己看看，左肩的垫肩缝合差了半公分，你上身试试，感受一下肩线是不是歪的？是歪的。这批货是交林客商的，他们收到货，上身一穿，发现肩线是歪的。你觉得下一单还会来吗？王姐，我问你话，不会来了。对。我不管这批货是赶工期赶出来的问题，还是有人图审视，我只说一遍，轻质出去的每一件衣服，哪怕一个线头没剪干净，都不允许流出这扇大门。这批减废的料子成本从我个人分红里扣，不摊到你们头上。但从今天起，质检部实行双盲抽查，我不提前通知，不定时间，不定批次，再出现这种版型问题，整条流水线当月奖金全部取消。王姐，今晚加班，带你的人重新领料放工。是。那批料子减废了，损失不小。该花的钱，今天立了规矩，往后省的麻烦比这批料子值钱多了。喝点儿。不了，晚上还要对账。霍总今天不回去，想再看看。这厂子才运转1个月，比我预期的快。还不够快，早点休息吧。燕慈，你1天没吃东西了，先垫一口吧。图纸的事，我向总厂打了检讨报告，大不了我用工资慢慢赔。你1个月几百块，这批停工损失10几万，你赔到哪儿年？燕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那份手册的词汇太生僻了，我以为……喂，你留洋回来，厂里给你开最高的技术津贴，是让你来做什么的？是让你来解决技术难题的，不是让你来告诉我你以为机器听不懂检讨，德国客商也不认眼泪。你现在能做的是去车间拿着刻尺，把每一个零件的公差重新测一遍，看看还有多少能抢救，而不是站在这里。那你吃不吃？还有2家没联系到，明天一早继续跑。沈总，您的货我专门找人看过了，走线和面料确实没得挑，这个我承认。但咱们百货大楼有规定，专柜资源有限，现在引进的都是上海刚注册，是本地牌子。我要是破例给您批个专柜，我没法向上面交代。徐经理说话敞亮，我喜欢。那我也直说，我今天来不是求您破例的，我想租你们1楼大厅靠近大门那块空地3天，租金按市价3倍付，当天结清，就这一个要求，徐经理看行不行？行。不过沈总，您在那地方摆摊，您自己心里有数，1楼进的都是普通客量，不一定是您的目标客群。徐经理放心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那就说定了，明天我把租金送过来，后天开始用。对了，徐经理，后天您最好早点来上班。为什么？热闹。
这是演戏的。不像，这衣服是卖的吧？真的卖。那件卡其色的风衣多少钱？那套灰西服我要，在哪儿买？3号位人太多了，让保安过去维持一下队形。收银台左移2米，让出进场的通道。对，就这样。沈总，才20分钟，流水已经过2万了。别分心，盯着补货。3号展示位的那件酒红色大衣备货不够了，让仓库那边催一下。好。这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？对。那8个女孩是哪来的？市属文工团借来的，临时演员。沈总，2楼正中央的转角专柜面积最大，位置最好，现在空着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要。那咱们现在就去谈合同。现在不行，下午3点收摊，3点半我上去找您。哎。给母亲的大衣，改天再来买。老李，把这辆车拿去车行抵押了。厂长，这不行啊！这车是市局专门给咱们厂配的牌面，您要是把它压了，以后出去跑业务见客商，连个代步的工具都没有。工人们连买煤球过冬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。车压出去的钱，加上账上那3万，今天下午之前一车间的底薪必须全部发下去。可厂长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我作为厂长难辞其咎。车的事我来担，你只管去办。燕慈，我刚在外面听见了，你真要把车压掉？为什么？那批零件报废是意外，厂里以前又不是没出过这种事儿，大不了向上级打报告，申请破产重组，债务剥离了，这个窟窿根本不用你来填。破产重组，然后呢？债务分离了，几百号工人怎么办？那不是还有国家兜底吗？来，薇薇，厂子是出了事儿。但这些工人，有人在这里干了20年，有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儿。你告诉我，凭什么让他们替你画错的图纸买单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做不到。去办吧。燕慈，你要开除我吗？图纸的事儿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走流程。但你刚才那番话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在厂里说第2遍。为什么？因为工人们会听见。沈总，这是江浙几家布料供应商发来的明年意向合同，只要您签了字，咱们明年的原材料成本能再压低3个点。这里面料缩水率的赔偿标准太模糊，退回去重拟。告诉他们质量事故的违约金必须定在货款3倍以上，这一条不谈，那供应商那边可能会有意见。有意见让他们打电话来跟我谈。沈老板这架势，跟半年前那个在南3条摆地摊的判若两人。霍总当初压照的时候，难道没料到这一步？料到了，但亲眼看到还是另一回事。沈总，外面有位姓陆的先生说要见您，没有预约，他说是您旧识，请他进来。陆厂长，有什么事？青瑶，陆先生，我们现在是生意场上的人，叫陆先生吧。机械厂的资金链断了，我听说青智最近在招标扩建2期厂房，机械厂那边有一批闲置的厂房和熟练工。我想问能不能接一部分外包跟我，价格可以谈。陆先生是以什么身份来谈这件事？机械厂厂长还是？厂长。那我就以青智总经理的身份回答你。第一，青智的代工厂需要通过 ISO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，机械厂目前的设备精度和管理流程达不到这个标准，所以外包订单这条路目前走不通。不过，我个人可以以私人名义借给机械厂一笔过桥资金，利息按银行同期最高利率上访10%，期限3个月。机械厂需要拿核心技术专利作为抵押，违约的话，专利归我所有。这些条款不议价。你为什么要借我钱？你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。机械厂如果垮了，城南工业园那一片的配套供应链会跟着出问题，我的2期厂房建设会受影响，仅此而已。在商言商。要是我还不上呢？那专利归我。但陆先生，我觉得你还得上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今天来找我谈的是外包订单，不是来借钱的。你还在想办法让厂子活下去，这样的人不会还不上债。合同我带走，回去盖章，明天给你送过来。好。那幅广告牌挂多久了？上个月。你刚才那句话
因为你还在想办法让厂子活下去，是真心话还是宽他的心？都有。这笔钱是我个人筹措的过桥资金，1车间和2车间上个月的底薪今天全额发放。明天厂里会安排锅炉房拉2车无烟煤，保证家属楼供暖。厂长，谢谢你。厂长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燕子，坐。下去。不做了，书记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燕子啊，你可是县厅长，遇到点困难就甩手不干啊！不是甩手，这次事故责任在我，引咎辞职，这是应当的。过桥资金的债算我个人的，不拖累厂里的改制。那你辞了以后干什么去？你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，技术管理哪一样不是拔尖的？外面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地方？书记，您记不记得厂里从德国进那批设备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有了这个，咱们厂能用20年。记得，怎么了？那批设备的配件现在在哪里买？国内买不到，要从德国进口，交货周期半年起，价格是国内同类产品的7倍。书记，这不是我一个厂长的问题，也不是换一张图纸能解决的问题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出去做什么？还没想清楚，但我得出去摸一摸，外面的水有多深。去吧，有什么难处回来找我。谢谢书记。陆厂长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不是厂长了，老刘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城南那几条线哪段最难跑？你要自己跑货运？想试试。你要跑货，首先得有车，还没有吗？但我今天去看了2辆2手的东风，其中1辆成色还行。陆厂长，你当真想清楚了？货运这行不是坐办公室的，所以我来问你哪段路最难跑？最难跑的就是别人不愿意接的单子，那才有的赚。省道104那段坡陡弯多，下雨就封路，没人愿意走。翻祁连山那条线，冬天冰路，卡车轮子打滑，去年翻了2辆。老刘，能不能借我一张城南片区的路线图？拿去。燕慈，你真的会开这个？学过，在哪儿学的？就在这儿学的，刚才。但你一个人跑长途，路上有什么事儿，记得打电话。我媳妇儿包的饼，路上吃，别又饿一天。这人也不知道图什么。沈总，出事儿了，封路了。咱们发给江城商贸城的那批春装，全卡在中转货场出不来。江城赵经理说，明早8点见不到货，就按合同告咱们违约，全年订单一并退掉。货场现在什么情况？车是有车，但那几个跑长途的车主一看天气不好，张嘴就要5000一车，还不保证准时到。我跟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，说破了嘴，他们就一句话，爱要不要。走，去货场。沈总，您去了也。备车。哟，大老板亲自来了。货什么时候能走？5000一车，你给了，现在就走。原价1000。沈老板，你看看这天，看看这路，我们不是不讲理，这叫风险费，你说是不是，兄弟们？把附近所有国营车队的电话找出来，一个个打，告诉他们双倍运费，今晚就要出发。沈老板，你真以为国营车队会来接？这种天气，人家才不愿意趟这趟浑水。你最好想清楚，这批货要是在这儿搁1夜，淋了雨，责任谁担？责任我担，但这批货我不会包给你。沈总，我看谁敢动！江城那批货我接，1200市场价，不要加急费。今晚我走省道小路绕开塌发段，明天早上7点半，货整整齐齐起码在赵城仓库里。省道小路是什么路况？坡陡弯多，雨天能见度差，但我跑过2趟，熟。要是晚了呢？晚1分钟，双倍赔偿。让李货员开始装车，防水布多盖几层。是。陆彦慈，路上小心。驶到塌方，绕行只能走西边那条废弃的老盘山路。你这辆车是2手的，那种路况，这车货要是掉进沟里，你拿什么赔？西线盘山路坡陡弯急，雨天满载下坡全靠气刹，硬件没问题。小陈，叫李货员上货，盖3层防水油布。是。你干什么？下去！盘山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批货关乎清至明年在江城的渠道，我不放心。不放心什么？货还是人？都不放心。沈总，这条路我走过2趟，但我也知道能不能过。那你就别出事。陆老板，运费我付了，出了问题我赔，你只管开车。
前面有个连续发甲弯，弯里视野差，路面可能有碎石，我会减速，你抓好。别动。害怕就闭眼，剩下的路我来。我不闭眼，陆老板，好好开，大风大浪，我沈清瑶亲眼看着他趟过去。还有10分钟，江总，要不再等等？等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种刚冒头的私立牌子，一遇到事儿就掉链子，这都是惯例。昨天省道塌方，我就说这批货来不了，你非要说等等看，让公司法务那边准备好，一过8点立刻走违约，开始索赔。这货怎么来的？昨天收到封路，绕行要走盘山路，我让人打过电话，没有车愿意接。走的盘山路，就你这一辆车？就这一辆。江总，货到了，我们来清点交接。不用对合同了，让仓库那边把收货单备好，货全部验肉入库。江总，您不清点吗？清点什么？沈总亲自押车来的。盘山路昨晚的路况我知道，我跑了20年生意货，还是头一回见有人在那种天气里把货准点送到。这不是客套，这是规矩，能做到这一步的，值得这个位置。谢谢江总。1200，运费1分不少。数目对，收据我回去给你开，这2天送过来。好。你昨晚在车上没睡吧？没有，你也没睡。我开车睡不了，我押车也睡不了。回去休息一下。轻质的摊子大，你不能垮。沈总，江老板那边说货全部验收没问题，请您签字确认。这件双方扣羊绒呢大衣是今年冬季系列的压轴款，面料必须是100%的纯羊绒，袖廊弧度下调0.5公分，这2条不议价。这份版型图只有在座几位接触过，谁泄露半个字，不用我开口，律师函先到他家。这个版型的肩线比上一季收了将近1公分，羊绒料子垂坠感重，收这么多会不会显肩窄？所以垫肩的填充要跟着调。我下午把新的样板发给你，你对着改。好，我下午等您的样板。沈总，我刚收到个消息，城北嘉华服装厂最近在重金挖咱们打板室的人。挖到了吗？还不确定。嘉华的赵金虎这个人我了解一些，专靠山寨起家，手段不太干净。你这边要不要提前做一下防范？不用防，他要偷我就让他偷个够。你有打算了？版型里藏着掐站，外行人看不出来。赵金虎要烧债可以，但他不懂面料，我帮他往坑里走一步。那我就不多问了，你需要我那边配合什么，随时说。暂时不需要，先看着。白宫，这事儿办得漂亮。赵总放心，数据精确到毫米，我亲自核对过的。轻质打板式的那个学徒胆子小，钱给够了，什么都肯做。好，马上通知车间，其他生产线全部停掉，集中采这一款。面料去黑市进，化纤的1块钱1米。我要赶在轻质上市之前把货铺出去，价格压到他们的1/3。化纤料子跟羊绒的手感差很多，顾客管什么手感，便宜就是王道。通知下去，连夜开工。老板，来份盖浇饭，加个卤蛋。好嘞，稍等。赵老板那边搞到了轻质的版型图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我听说了，连夜开工，用化纤料子。那个沈总，等着看吧，这回有他好受。老板，饭先不吃了，钱我放这儿。哎，您的卤蛋。陆老板，这里是私人企业，有事先通报，这个规矩你应该懂。轻质的版型图被偷了，嘉华厂的赵金虎连夜用化纤料子开工，要赶在你上市之前把仿品铺出去。我在外面听到的消息，刚才那批人喝多了，说漏了嘴。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？大排档？对，隔壁桌喝酒的几个人。嘉华厂偷走的那份图纸，是我让人放在打板师桌上的。你故意的？你早就知道他们会来偷？不是早就知道，是我让他们有机会偷。嘉华厂想山寨，我不拦，但我给他们偷走的那份图纸，化纤料子没有弹性。对，穿上身衣抬手背和腋下的缝合处撑不住张力，直接开线。他们做多少件，卖出去多少件，就列多少件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在第1百货大楼，有媒体，有顾客。嘉华的货昨晚就已经铺进去了。赵金虎那边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儿。江南的羊绒面料，我今晚送进1号仓库，钥匙交给夜班的仓管。还有别的要我做的吗？暂时没有。那我走了。
你准备的很周全，但现场会出变数，人多的地方不好控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把能想到的都提前想了。明天我能去吗？远航货运是轻质的物流合作方，合作方想去看看市场情况，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他问能不能去，你没说能，也没说不能。霍总，专心看你的报纸。各位顾客，原价300的大衣，今天我们嘉华品牌大跳水，只要99块，一模一样的款式，花冤枉钱买名牌的都是傻子。你看对面，轻质今天连门都没敢开。这就叫商场如战场。今天过后，市面上就不会有轻质的立足之地了。便宜，真便宜。沈董来了。沈老板，大驾光临，看我们生意太好，来取经。大姐穿上了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肩膀这块勒得有点慌，胳膊抬起来不太顺。是这样，因为这款大衣的原始版型是专门为高弹性的纯羊绒面料设计的，肩线做了极致的收腰和内收处理。大姐，你把双手举高，做个伸懒腰的动作试试。举手？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？退钱！这衣服连抬个手都能裂，纸糊的吗？怎么会？图纸是精确到毫米的。这就是嘉华厂所谓的物美价廉。服装行业从来不是依葫芦画巧那么简单。嘉华为了打价格战，偷窃轻质的图纸，却不顾面料的物理特性，把这样的东西卖给消费者版。这不是在做生意，这是在骗人。你敢给我下套！保安，把那几个记者的相机给我砸了！今天谁也别想把底片带出去！保安，把那几个记者的相机给我砸了！今天谁也别想把底片带出去！沈总小心！商场上的事各凭本事。报警！商业盗窃、制假售假。沪上经济报明天见报，法院的传票后天到。今晚你应该放松一下。江城那边的赵经理明天要来谈明年的合同，我还有几个数字要对。那可以明天对，今晚就当什么都不想。青瑶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明年开春，我打算把宏泰在内地的业务重心做一个调整，把主要精力放在这边，不只是为了生意。我想问问沈总，愿不愿意在生意之外也给我一个机会？霍总，谢谢你今晚说这句话，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打算。但是不是因为你不好，是因为我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轻质上，给不了别的什么。我明白了，那这件事就接过去，我们还是合伙人。还是合伙人，去吧。江城的赵经理就在那边，你去先聊两句，明天谈合同能省点时间。拿着，晚上温度低。轻质明天有批货发往西北，车队今晚在装车，我顺路过来看看。货运站在城东，和平饭店在城西。陆老板，你以前做先厂长的时候，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事。陆燕慈，以前在国营厂的家属楼里，每天遇到下雨，我最怕的就是你没带伞，淋坏了身体。那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天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无论是这把伞，还是你，都替我挡不住人生的风雨。能给我遮风挡雨的，是我手里做出的每一件衣服，是我身后那几百个因为轻质而不再害怕挨个受冻的女工。陆老板，长路泥泞，你我都好好赶路吧。没有破镜重圆，没有最后的转身，只有一个女人在90年代的滚滚洪流中，握紧了属于自己的方向盘，迎着万丈晴空疾驰而去。